這是中國的萬里長城。我們已經到了這個長城最高的一個烽火台。如果你知道你接下來的路長這樣這麼艱辛，你還會不會堅持繼續往前走呢？用嘍！来吧！不在家是為了給你帶來更精彩的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今天我的任務就是要化身秦始皇的傳令兵，帶着最寶貴的資產去爬萬里長城。雖然我今天會走最艱辛的路來幫大家開箱八達嶺的全貌，但是我在途中卻意外發現了一個輕鬆很多，而且又能體驗到長城精華的玩法。如果你在想自己已經有點年紀，到底還有沒有能力跟人家去爬長城呢？那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完。好啦，手上的零食先準備好，我們要開始今天的影片嘍。我要特別跟你們講一下，這個清河站是前幾年中國為了冬奧會才建起來的。為了一次奧運，然後把這個建起來，蠻屌的。哇！快點，快點，快點！我們要再趕火車。其實呢，要前往萬里長城有許多種方式。如果是幾年前，遊客都會選擇坐巴士或是包車前往，但我們這次要開箱一個新選擇，搭高鐵到長城。哦，我們現在到了長城八達嶺站。網絡上很多人推薦是坐877，但是我們這次選擇坐高鐵，它會更快一點點。你看，冬天的萬里長城，你沒有，你只有熱的要死的版本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也太多人了吧！再經過坐幾個手扶梯的時間呢，就到長城的山腳下啦。我覺得應該是有輕鬆許多的。有去過長城的朋友，你們覺得搭高鐵來看起來是更好的選擇嗎？這是八達嶺長城的地圖，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文化館這裡，我們等一下會沿着一直走。走一天要多久？2天吧。那我今天回去试试的。不到長城非好漢，小小長城。拿捏，都有聽到哦，每個都拿捏了哦，先拿捏起來了。等一下我們一定要爬完一圈哦。讓天喜再加一個不可狼叫。不可狼叫，北方的什麼狼色狼哦。來到了這個北長城的門口了，然後這個沿途啊都是那種浮雕畫。中國的那種浮雕藝術還是蠻有名的。走進了這個城門以後呢，我們的長城之行就正式開始了。八達嶺長城它呢也是中國的5A 級景點哦。我們今天就來好好感受一下這5A 景點有多厲害吧。哇！今天呢，我們就是來體驗成為秦始皇傳令兵的一天。當我親眼看到長城時，它給了我一種像在打一場遊戲一樣，要經過層層關卡的感覺。想要征服它，我們就必須一路過5關斬6將。眼下我們馬上就感受到了第1關的挑戰。哇，這真的不是開玩笑，你剛開始爬就開始上坡了哦。然後，而且它這種凹凸不平的路，走起來對腳的負擔其實是比平路更大一點。第1關是一個陡峭的長坡，雖然還沒有階梯的出現，只能算在幫大家熱身，但對平常沒有運動習慣的人來說，也已經算不小的負擔了。是這樣，剛開始而已呢。太熱了。很快的，我們就到了第1個烽火台，裡面會長怎樣呢？它這個烽火台裡面呢，有很多休息的地方。如果體力不支的人，就會先在這邊休息。馬上我們就來到了第2關，它一樣是一個陡峭的長坡，只是這次的距離就不再是讓你熱身的了。這個坡是真的很陡哦，它需要出的腳力完全不亞於我在環島的時候爬台東那一段路。哇，你能想象嗎？古時候匈奴就這樣翻山越嶺去掠奪資源，所以他們才會建出這個長城。你說以前的人有很高嗎？他們的城牆這樣也不是說特別高。這個你已經翻不上來了啊！你看一下這個，以前沒有鐵鈎，沒有繩索，接下來的這段路就很困難了，都是石階，都是石頭路，很多人都會坐在這邊，然後就開始拍照了。但我相信這邊絕對還遠遠不到長城的精髓啊！我們一定要再往上攻上去。我們快要到下一個烽火台了。不下起來了。在這邊爬的時候，你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體，因為那邊海拔比較高，然後加上路又很陡峭，所以如果心臟不好或者是心血管不好，很容易會出現問題。听我這樣氣喘如牛，你就知道這個路有多難走了。
啊，哇，這個真的很陡，讓你們感受一下。這每一階都不小哦，你看，哇，真的很佩服這種長程的工作人員，他們是怎麼辦到的？平常我在家裡要爬2樓、3樓，我就都懶了，哇，來爬這長程，直接破我們的記錄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們已經從這邊，這樣走了好幾個塔，現在來到這裡了。為什麼人家說窮遊富遊都不如少年遊？就是因為你看，你只有在這個時候，你才可以靠你的雙腳，然後走上這種很辛苦的地方，去看很美的風景。哇，喘得要死！現在才到第4個，總共北長城有12個烽火塔，所以我們還要再加油。然後他們長城呢，也不是一直都在爬坡，就是這樣子高高低低的，沿着山的形狀。下層滑車。爬到第4個烽火塔這裡，就會看到一個下層滑車的指示牌。它會是我一開始說的最佳路線嗎？後面再告訴你們。從北4到北5的這段路是我覺得長城最漂亮的角度，剛好可以讓你欣賞到它整個蜿蜒的形狀。我們已經看到纜車在走了，纜車在這兒。哇，這路真的陡到讓人覺得你下一步就要上天堂的感覺，超級累，加油！哇，這個戴安全帽上升的是什麼情況？球都在上面。太陡了。哇，這好像是第6個烽火塔吧？然後它被封起來了，所以我們現在要往下走。我覺得比匈奴更該防的是9月北京的太陽。長城上幾乎沒有什麼遮蔽物，一路走下來，連一向不怎麼抱怨的魚都有點受不了了。我覺得應該天氣的涼爽一點。對，感覺春天或是秋天來比較好，現在有點太熱。在北長城的第7個烽火台這裡，就是長城的休息站、中轉站。這裡有賣紀念品的攤販，賣零食的飲料攤，在這裡喘口氣也是不錯的選擇。好，我要冰的。老闆，你們好厲害哦！你們是扛上來這邊賣嗎？對。哇，你們每一天在走的人還會覺得很辛苦嗎？不要那麼回頭，腿會疼。他們這邊賣的比較貴，我是願意買單的。你看老闆他們每一天都要這樣子扛着飲料上來才能賣你。沒有，老闆是說那個纜車運上來。在稍作休息以後，我們就繼續向長城的最高點進發。真的很陡峭，哇！我們已經走了一半的長城了，加油！這邊人又變多了，我覺得不是大家都爬來這邊，是很多人坐纜車來這邊。我們已經到了這個長城最高的一個烽火台，登頂成功。我們接下來任務是把它走完，走到12。哇！接下來啊，就像雲霄飛車一樣，一個大下坡了。如果你體力不支了，北巴這裡有個秘密通道，讓你可以去坐纜車，在長城的最高點搭纜車直接下山也是不錯的選擇哦。但我還要帶大家去完成後續的探索任務，這裡就先把鏡頭交給我哥啦。現在要搭這個纜車，哎呦，感覺很神秘哦。檢票後，我們要先穿過一條又長又暗的隧道，才能到纜車的轉台。哦，來了來了，他這個不會有人數規定你幾個人，後面的人他想要自己搭一台就再搭一台。加速了，加速了，加速了，好恐怖哦！我操！缆車上的風景還是很不錯的，放眼望去，左手邊就都是剛剛征服過的路段，所有咬牙堅持過的困難，現在都變成一道美麗的風景。在晃，各位有聽到嗎？我真的覺得很恐怖，在晃。其實整段路程也就3-4分鐘的時間，很快就可以到山腳下了。好的，是時候跟大家揭曉爬長城最省力的精華路線要怎麼安排了。其實我們可以不用從長城的入口開始爬，直接坐纜車到長城的最高點北巴的位置就好了。還記得剛剛在北4的滑車嗎？我們的目標就是從北巴爬到北4，這段路程不會很長，但也有上坡跟下坡。要體驗到爬長城，要拍美照打卡也完全不是問題。那到了北4以後，滑車長什麼樣子呢？嘿嘿，我們把鏡頭交給我弟弟帶你們去看。要去搭滑車，老師真的有點緊張，它看起來很像雲霄飛車那一種。火車來了。哦，這司機也太糗了吧！都發動了才在扣安全帶。
這個滑車看起來可能比纜車更好玩一點哦。其實蠻慢的。收到了，老弟。我操！然後它過彎還會傾斜，只是椅子是硬的，屁股有點痛。雖然滑車一趟下來還蠻刺激的，但沿途幾乎沒什麼風景可言，都被這個綠色的遮陽棚給擋住了。從滑車下來以後，我們就成功以最輕鬆的方式體驗一遍長城啦。而且最高點跟視覺張力最好的一段，我們也都有拍到哦。那搭纜車到北巴，走到北市，再搭纜車下山，這條最省力的精華路線，你們覺得怎麼樣呢？我們的長城還沒有爬完哦。如果今天我們身體健康的情況下，我們繼續往前走，會看到什麼呢？你真的很難想象，他们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子走这种路，在送東西到全國各地的，太扯了吧！這個真的很不好走哎，陡到一個靠北，真的，而且還會滑。像這種斜坡才是爬長城時最危險的，經過幾千年的風吹日曬，表面都變得光滑無比，不注意就會滑死。這樣後退哈，倒着走。我們聽從路人的建議，倒着走好像是不錯的解法。只是這個口音好像在哪裡聽過。收起來啊！對，因為它這旁邊都有這個可以。姐姐，你們是哪裡來的啊？台灣啊，我們也是台灣。我想說什麼口音那麼像？我想說台灣真的仔細聽得出來啊。對啊，我想說哎，很熟悉，有一種。你們哪裡的？我們高雄。啊，高雄，我們就生活在高雄。太酷啦！爬長城竟然能遇到台灣人。遇到台灣人。我想說這個口音怎麼那麼像？在與同鄉小聊一下後，接下來我們面對的挑戰依然不簡單。我的這麼高，兄弟！哇，這邊好陡哦！我已經開了看，說阿東會聊了。我也想要去看一看。哇，這個弟弟好可憐，他想要繼續走，但他爸爸媽媽不願意了。如果是你們走不動了，但小孩想看，你們會怎麼處理呢？走吧。哎呀，我真的很想去，不讓我去啊！聽了很心疼。我當下其實很糾結，要不要跟他媽媽說，讓我帶弟弟去看吧，我等等再帶他回來。但又想到在這裡我人生地不熟的，也沒有來過長城，況且我自己的體力都自身難保了，我還有能力照顧好弟弟嗎？在經過內心的瘋狂掙扎以後，我還是不甘心的繼續往前走。但弟弟，大哥哥會帶着你的份，努力爬完長城的。雖然很累，可是我們到北石了，再2個 OK 嗎？加油！哇，完全看不到盡頭，剩2個，我們就可以走完整個北長城了。我絕對不能放棄。我們現在到北11了，倒數最後一個，加油加油！北12就在那裡，我們快要走到了，走過去我們就完整繞完整個北長城了。要小心哦，這邊還有一個很陡的坡。加油！你走不動了嗎？我走不動，腳皮了。我現在呢，打電話給他們，跟他們視訊一下。對啊，我等下去摸那個北12城牆。我們完成了從北1到北12的挑戰了。哦，台灣囡仔上勇，好不好？沒有讓台灣落虧。哦，我們爬上來了。你的雙手怎麼了？都是土。你真的很強哎！你竟然跟我一起走完了，哇，厲害！拿捏。八達嶺長城憑着它蜿蜒的角度以及瘋狂的高低落差，讓它成為中國最知名的長城。你看我們一路連滾帶爬，就知道它不適合只想打卡拍拍美照的人，而是真的很有挑戰性的長城。我覺得我很幸運，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解鎖了世界7大奇蹟之一的萬里長城。但如果有一天我還要再來，我應該不會用今天這種方式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成功的帶着我最寶貴的資產爬完了全程。我最寶貴的資產當然是熒幕前的你啦！今天的影片有沒有特別深入其境呢？記錄一下這光榮的時刻。我帶了一個紀念幣，很漂亮的紀念幣回去給你們。在我影片下面留言，然後訂閱我的頻道，我就抽一位粉絲送出去。這後面呢有我登頂的日期，
還有我們家家不在家的名字，記得幫我分享出去，幫我在下面留言，幫我按讚，幫我按訂閱，愛你們！走吧。下一集我要帶大家去深入的探索北京的胡同，挑戰聞風喪膽的豆汁兒，也看一些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的事。好的，喜歡我的影片，記得幫我按讚加訂閱。我是不喜歡待在家的佳佳，我們下部影片見。小小長城。媽咪。